少林寺方丈释永信曾被誉为最会做生意的和尚，佛门 CEO。这位和尚身披袈裟，却打造出市值惊人的商业版图，年收入上亿人民币，甚至接待过各国领袖，风光一时。然而就在最近，这位看似呼风唤雨的少林 CEO 却轰然倒下。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导致他身败名裂的致命原因，竟然不是众人熟知的金钱与女色丑闻，而是另一件你想都想不到的事。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这位传奇方丈的崛起与坠落，看清他光环背后那惊人的秘密。1981年，年仅16岁的释永信离开安徽老家，来到河南嵩山少林寺削发出家，拜当时的少林方丈行正大师为师。那时的少林寺早已没落，杂草长得齐腰深，山路难行，寺内破败不堪，只有10几位年迈老僧苦守着一座斑驳山门，哪里还看得到武侠小说中天下武功出少林的盛况。就在这样的衰败背景下，小小年纪的释永信立志复兴少林。释永信悟性极高，又颇具胆识，在他出家仅6年后，22岁的年纪便崭露头角。1987年，他接任少林寺管理委员会主任，开始实际主持寺院日常事务。虽然直到1999年才正式升做方丈，但实权早已在握。从那时起计算，他掌管少林寺长达38年之久。在这近40年里，中国经济腾飞，商业浪潮风起云涌，而释永信也敏锐地把握住了时代赋予少林寺的机遇。早在上世纪80年代，李连杰主演的功夫电影《少林寺》红遍全国，让千年古刹一夜成名。释永信顺势而为，带领少林武僧团走出深山，开启了全球巡演的旅程。可以想象当年一众少林武僧飞脚旋风般登上海外舞台的震撼场景。这一策略不仅让少林功夫飞升国际，更为少林寺带来了大笔收入，完成了原始资本的积累。从破庙到舞台聚光灯，释永信在俗世经营上的天赋开始展露无遗。90年代中期，释永信进一步将少林推向现代化。他在1996年开通了少林寺官方网站，让古老佛门触网。1998年，他注册成立河南少林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始以企业模式经营少林产业。此后，他大胆开拓少林品牌的各种可能，出版书籍，开办武术学校，贩售少林药膳和素食产品，甚至进军电子商务。时至2022年，资料显示，释永信本人名下注册的公司已达18家，横跨文化传播、出版、医药、食品、旅游、健康科技等领域。一座庞大的少林商业帝国就在他袈裟之下悄然成型。在品牌经营方面，释永信更是如同职业经理人一般精明强悍。截至2022年，少林寺申请的商标高达706个，这些商标几乎无孔不入，覆盖餐饮、茶叶、珠宝、服装、保健品，甚至连动物饲料都有。少林2字的注册商标，释永信深知少林2字的金字招牌价值，他要将其效益发挥到极致。少林寺还对外投资了16家公司，涉及禅茶、旅游景区、文化演艺、健康科技等各种产业，累计投资额近8000万元人民币。这样的投资版图让人很难想象是出自一位出家人之手。释永信的创新经营也体现在与时俱进的跨界上。2008年，少林寺在淘宝开设了名为少林欢喜地的网店，上架销售佛珠、念珠、功夫服、禅修用品等，让信众点点鼠标就能买到少林周边。少林寺还曾与游戏公司合作开发武侠游戏，把达摩祖师、少林武学 IP 画地搬上荧幕。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有电信公司拍卖吉祥号码手机门号时，居然请来释永信为号码开光祈福，把一串电话号码都能点石成金。可见释永信将商业头脑运用得出神入化。在释永信带领下，少林寺香火经济也旺盛非常。2017年，少林景区游客量突破350万人次，以每张门票100元计算，光门票年收入就超过3.5亿元人民币。这还不包括信众香火捐献的巨额功德款。古刹经过多年的修缮扩建，早已焕然一新，每天迎来送往如之香客与游人。少林寺不仅自身赚得盆满钵满，
也带动了松山地区的旅游经济。可以说，释永信用了几十年时间，将一座残破的山中古刹改造成了游人如潮、财源滚滚的知名景点，还把少林功夫打造成飞升海内外的文化品牌。这种成就放在任何一位 CEO 身上都足以傲人，更何况他还是一介出家僧人。然而，伴随着商业成功而来，还有铺天盖地的争议与非议。释永信也逐渐被贴上了大商人、花和尚这两个大相径庭的标签，一面是呼风唤雨的企业家，一面是贪恋享乐的俗僧。少林寺到底还是不是清净佛门？释永信的这条一僧一商之路，究竟是功德无量，还是背离佛道？随着时间推移，争议的漩涡越旋越大。随着少林寺商业化一路高歌猛进，外界开始质疑释永信这位方丈过的究竟是出家人的清苦日子，还是红顶商人的奢华生活。从2011年起，有关他铺张享乐、违背清规的爆料就陆续传出，令花和尚、大商人的形象在大众心中不断强化。首先是奢侈生活方面的曝光，有知情者指称，释永信平日所穿的袈裟价值不菲，据说其中一件僧衣用上等布料绣制，价值高达16万元。他手上佩戴的念珠更不是普通木串，其中不乏以金丝楠木、小叶紫檀这类稀有名贵材料制成的佛珠。有古玩行家估算，释永信收藏的部分念珠市价竟然可能高达上千万元。试想，一位出家人挽袖诵经，手中转动的竟是一串价值连城的珠串，这场景实在令人跌破眼镜。此外，他的座驾据称是一辆高档奥迪 Q7 越野车。悠悠众口开始质疑，少林方丈何以过得如此阔绰，清净凡刹何时染上了凡尘俗世的奢华气？接着是私生活的种种传闻。早在2013年，大陆媒体曾引述西班牙某报纸的爆料，称释永信在海外秘密拥有情妇和子女，甚至在境外银行存有高达3亿美元的资产。具体细节说的有鼻子有眼，例如传他包养了一位北京大学的女学生做情人，还在德国育有一个私生儿。虽然这类传闻缺乏实锤证据，但少林方丈拥有海外情妇、亿万资产的标题已经足够耸动，迅速传遍网络，引得舆论哗然。许多人开始将释永信与传统印象中清心寡欲的高僧形象划清界限，甚至戏称他为上市公司 CEO、少林寺董事长。商业投机与利益输送的质疑也层出不穷。比如2022年，郑州市有一块占地 3.82 万平方米的商业用地，以 4.52 亿元底价成交，而这块地的得主竟是少林寺旗下的旅游公司。消息传出后，舆论一片哗然，一座佛门清修之地居然砸下4亿多元争夺城市地产，这在许多人看来简直匪夷所思。批评者嘲讽道，少林寺已经不是庙，是一家不动产开发商了。这类事件使得公众愈发怀疑，释永信为首的少林管理层是不是热衷于权钱交易，把寺庙当成牟利工具。甚至有人担心，少林寺如此逐利，会不会沦为某些官商集团洗钱或寻租的渠道？在国内网络上，释永信也成为调侃对象。方丈到底有多少钱？少林寺上市指日可待，连和尚都贪财好色，世风日下。类似的调侃与讥讽充斥着论坛贴吧。渐渐的，释永信的名字在许多人心中已不再是一位高僧，而变成了一个与钱色纠缠的传奇网红和尚。上述种种争议虽然热闹，却始终停留在传闻与质疑层面。然而在2015年夏天，一场突如其来的举报风波将释永信推上了舆论的浪尖，几乎令他身败名裂。这场风波之猛烈，爆出的内幕之惊人，堪称少林寺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丑闻大爆发。爆料者释正义登场。2015年7月下旬，一个网名为释正义的人在网络论坛上连续发帖，自称代表所有对释永信不满的少林寺人士，公开举报少林方丈的种种罪状。这些举报内容石破天惊，包括释永信持有双重身份、2个户口、2张身份证，长期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育有私生子，利用职权侵占少林寺巨额财产等等。
帖子详细罗列了很多具体细节，让人瞠目结舌。例如，爆料称释永信与少林寺某女尼众释延杰是情人关系，两人育有一名私生女，还说这位释延杰师傅竟也有双重身份户籍，可谓夫妻双双把假正办。更夸张的是，举报中甚至提供了一串疑似释永信个人身份证号码与户籍地址的信息，语带暗示地称方丈其实早已被开除僧籍，暗指他犯戒严重，不配为僧。实名联合举报，网上爆料引发轩然大波，成千上万网友围观讨论，一时间沸沸扬扬。到了8月初，更劲爆的戏码上演，曾担任少林寺武僧总教头的释延鲁师傅，连同数名少林僧人和工作人员，据称至少7人，其中还包括释永信的一位贴身侍者，一起跑到北京，向国家宗教局等有关部门递交了实名检举材料。这几位少林内鬼亲自出面指证，让举报事件一夜之间从网上传闻升级为震动官方的严重事件。释延鲁等人在举报中揭露，他们曾亲眼目睹释永信在寺中喝酒吃肉，公然破戒，寺内僧人私下里都称呼那位释延杰女尼为师娘，可见方丈与其关系之亲密。更爆料释永信过去多年里曾以各种名义从释延鲁本人处索取钱财近2000万元，其中有据可查的至少700万元。这些指控条条触目惊心，若属实，释永信不仅严重违反清规，更已涉嫌经济犯罪。令人瞠目的通奸证词，举报者还向媒体提供了一份猛料，据称是郑州警方当年调查释永信期间的笔录口供，内容是一名与释永信发生性关系的女子刘某某，媒体后来曝光其名为刘立明的证词。这份口供的细节露骨得宛如小说情节。刘女自述，在2000年中左右与释永信第一次发生关系，地点是在郑州某酒店。她描述说，方丈见面就夸她长得漂亮，随后坐在床上开始抚摸我的睡衣，接着就把和尚服脱掉，爬到我身上。口供记载的绘声绘色，让人几乎不敢相信主角竟是一位出家僧人。刘女还供述，第二次幽会发生在香港的5星级文华东方酒店，当晚两人纵欲无度，发生了2、3次关系，此后陆续又有10几20次的发生关系记录，最终导致她一度怀孕又堕胎。更惊人的是，她为了防止日后释永信抵赖，不再帮助自己做生意，竟在2004年其中一次发生关系后，悄悄将带有释永信精液的避孕套保存了起来。她把这枚避孕套交给深圳一家医院的朋友冷冻保管，以此作为日后翻脸的证据。如此戏剧性的桥段，要不是黑纸白字的笔录摆在眼前，谁能将他与一位佛门高僧联想在一起？当这段细节经媒体披露后，全国舆论一片哗然，人们惊呼，原来少林方丈的私生活比8点档狗血剧还精彩。可想而知，2015年那个夏天，释永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报纸、电视、网络铺天盖地讨论着这位花和尚的种种劣行。有人悲愤地说，连少林寺方丈都如此堕落，佛门真的要完了。也有人半信半疑，会不会是有人栽赃陷害？这情节也太夸张了吧。毕竟指控实在过于惊世骇俗，一时间真相扑朔迷离。然而这次风波闹得实在太大，已非四方自行辟谣可以平息。最终政府相关部门出手了，河南省宗教局等单位组成了调查组，进驻少林寺，对举报内容进行全面调查。少林寺的千年清誉岌岌可危，释永信的方丈宝座更是摇摇欲坠。调查结果与不了了之，在举国关注下，河南当局对释永信的调查持续了126天，终于在2015年11月，官方公布了调查初步结论。关于释永信私生活方面，调查组表示，未发现证据证明释永信与某女尼生有私生女，理由是该女尼早年因病已切除子宫，无生育可能。举报中提到的那个小女孩，其母亲也出面称孩子是她领养的，与释永信无关。至于双重户籍问题，调查结论称，释永信确实曾因户籍历史原因一度有2个身份记录，但已在几年前注销整合，并无不法用途。此外，有关寺院财务问题，调查方则语焉不详地表示，
相关经济问题仍在进一步依法调查中。总而言之，官方并未认定释永信有实质违法违纪行为，等于变相还了他一个清白。听到这样的结果，许多人大失所望，那些骇人听闻的爆料竟被几句轻描淡写的结论就带过了。没有 DNA 鉴定，没有跨境追查资金，只凭一纸无证据证明就结案。不少媒体事后评论此调查草草了事，比和尚敲木鱼还敷衍。但不管怎样，调查一宣布，释永信算是有惊无险地保住了方丈之位，满血复活。风波过后，释永信依然稳坐少林寺住持宝座，一时间他东山再起的姿态颇有几分传奇色彩。支持者视之为清者自清，认为方丈终于沉冤昭雪；反对者则觉得是他背后关系硬、人脉广，才把事情压了下去。无论如何，少林寺的生活似乎重归平静。释永信继续主持日常法务，同时恢复四处参加佛教活动，会见海内外名流的忙碌行程，就仿佛那场举国哗然的丑闻从未发生过一般。或许在他心中，经历此劫更加坚信自己法力高强，能化险为夷，于是日后行事变得更加大胆。然而他不知道的是，一场更大的危机正在潜伏暗处，等待着他踏错一步。时间转眼来到2025年，经过上一场风波10年寒暑，60岁的释永信依旧是少林寺叱咤风云的方丈，表面上风光无两。然而就在这一年年初，他的一个举动为自己挖下了致命深坑。这并非什么新的桃色财色问题，而是一场看似正常的出国交流，远赴罗马见教宗。2月间，释永信率领一个少林寺僧人代表团出国访问，目的地包括欧洲的宗教圣地梵蒂冈，这可是天主教教廷所在，也是一个主权国家。更重要的是，释永信此行在梵蒂冈受到了高规格接待，他不仅参观了教廷，还由当时的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亲自接见，双方进行了亲切会晤交流。从对外宣传看，这被包装为一场东西方宗教文化交流的盛事。少林寺的方丈见到了天主教的最高领袖，东方禅宗和西方天主信仰象征性的交汇，双方领袖互赠礼物，合影留念，其乐融融。表面上看，宗教对话有助加深不同文明间的理解，似乎是件功德无量的好事。然而释永信未曾意识到自己脚下踩到了中国政府的一条红线。要知道，教宗可不是普通的宗教领袖，他同时还是梵蒂冈国的元首，而中国和梵蒂冈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至今双方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梵蒂冈更是全欧洲唯一承认台湾并与之保持正式邦交的国家。在北京当局眼中，梵蒂冈不仅仅是宗教机构，某种程度上还带有外交和政治意涵。换言之，释永信跑去见教宗，相当于擅自行使了一次未经授权的外交活动。这对强调宗教必须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开展的中国而言，无疑是不能容忍的僭越行为。宗教中国化背景，近年来，北京当局对宗教的管控日益加强，大力提倡所谓宗教中国化，要求各大宗教教派主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接受党的领导。官方明文规定，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危害国家安全、分裂国家的活动，不得擅自与境外势力勾连。对宗教界人士的外事活动也有严格审批制度，尤其像天主教这样敏感的宗教，曾长期未获中国官方承认，直至2018年中梵签署主教任命协议才有所缓和，但外交上仍未建交，更是重中之重。释永信此番私自组团出访梵蒂冈，显然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特别是统战宗教部门的事前授权。一位有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身份的著名宗教领袖，却擅自行为如同民间大使，这在当局看来几乎等同于僧侣越俎代庖，干起了外交官的活，误判与隐患。那么释永信当时是怎么想的呢？可能在他看来，自己身为中国佛教界举足轻重的人物，有资格以民间宗教领袖身份开展一些对外交流。他过去也曾多次出访海外弘法，与各国宗教人士交往频繁，未出过什么纰漏。或许他认为此次见教宗是提升中国佛教国际影响力、为少林寺争光的好机会。
于是大胆前往。再加上他长期身居高位，一路上逢凶化吉，难免心生几分政治豁免的错觉。毕竟他曾是全国人大代表和佛教协会副会长，有深厚背景，每次被举报最终都安然无恙，仿佛刀枪不入。正是这种错觉和自信，让他低估了此次梵蒂冈之行的政治敏感度。红线已破。然而不管释永信出于何种考量，他在梵蒂冈与教宗会面的照片通过媒体传回国内后，马上引发了有心人的警觉。北京的相关部门大概惊掉了下巴，什么？少林方丈跑去和教皇见面了？这消息对官方而言实在太刺耳。一位中国宗教界知名人士未经允许接触外国宗教及政治领袖，这难道不是在擅搞民间外交，挑战国家对外交往的专属权利吗？而且对方还是梵蒂冈这样的敏感对象。可以说，释永信无意间踩中了两大忌讳：宗教独立性和涉台外交。这相当于在高压线上跳舞，其危险程度远远超过他以往那些财色丑闻。传闻释永信回国后，很快就被有关部门约谈，并受到警示。据说从2月下旬开始，他本人被限制出境，不得再任意出国活动。在国内虽仍能自由活动讲经，但实际上已处于监视之下。可以想见，那段时间释永信心中应该五味杂陈，他可能隐隐意识到闯祸了。这种闯了天祸的感觉，也许是此前那些绯闻丑闻都未曾带给他的。只不过一切为时已晚，突然被查。2025年盛夏，巨变发生。7月27日，少林寺官方发布一则惊人声明：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有关部门调查。同日，河南省佛教协会和嵩山少林寺管理机构均证实此消息。翌日，中国佛教协会也火速宣布注销释永信的戒牒，出家僧人身份证明等于正式将他逐出佛门。消息传来，举世震惊。这可是号称天下第一名刹的少林寺住持，怎么一夜之间从高僧变成阶下囚？许多人一时间不敢置信，以为是谣言。直到少林寺官网亲自官宣释永信被查，实锤落地。官方给出的调查案由，乍看之下又回到了老生常谈。通报称释永信挪用、侵占寺院资产，并长期与多名女性有不正当两性关系，育有私生子，还严重违反佛教戒律等等。简而言之，10年前网上那10宗罪举报中的核心内容，此刻几乎被全部坐实。霎时间，舆论哗然。原来当年那些传闻并非空穴来风，只是被压下去了而已。中国佛教协会在公告中痛批释永信严重败坏佛教界声誉，损害出家人形象。曾经显赫一时的少林方丈，如今身败名裂，被扫地出门，其住所和财物据报也遭查封清算，真可谓应了武侠小说中抄家灭门的戏码。然而，对许多熟悉内情的人而言，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偏偏是现在？释永信这些财务和私德问题丑闻，其实早就闹得街知巷闻，官方当年都查过，且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怎么事隔10年又翻旧账？而且这次动作如此坚决彻底，绝不手软。这个巨大的时间差引发各种猜测，在官方话语之外，港媒和坊间观察家的分析直指要害。真正让释永信身败名裂的导火索，不是那些年积累的贪腐私生活旧案，而正是今年年初的梵蒂冈之行。香港媒体披露，有消息人士称，此次调查动作其实早有铺垫。释永信从2月赴梵蒂冈归来后，就已被有关部门照顾，限制其离境，等待秋后算账。如今时机成熟，官方翻出他过去的经济和作风问题，作为明面上的理由，一举将其拿下。对北京而言，释永信财务上贪点钱，寺庙搞商业化并不是不能容忍的。事实上，少林寺搞旅游经济也带动了地方发展，官方此前乐见其成。真正的心腹之患在于，释永信通过经商敛财，积累了过大的影响力和自主权，甚至胆大包天地碰触到了国家政治红线，这才是北京痛下决心除掉他的原因。有评论指出，释永信倒台事件给所有人敲响了警钟。在中国体制下，不管你地位多高，
背后关系多硬，一旦挑战了政治权威，结局只有一个迅速且彻底的清算。释永信或许以为少林寺是自己的独立王国，但他忘了自己首先是一名中国公民，一名受国家管理的宗教人员。一旦他试图充当没有授权的民间外交家，那就碰到了最敏感的政治神经。财色之类的问题也许可以大事化小，但政治纪律问题在当今环境下绝无讨价还价余地。网传离奇传闻，在释永信被查消息爆出后，互联网上也涌现出许多离奇的传言。例如一则疯传的网帖称，释永信预感不妙，曾试图带着情妇和私生子等共34人连夜潜逃出境，结果在边境被拦截，现在人已被控制。另外还有传言夸张地称他坐拥1530亿美元的资产，这数字高得吓人，几乎相当于全球首富级别，让网友惊呼少林寺方丈财富竟比硅谷科技巨头还多。对于这类传闻，警方随后辟谣说并无所谓携眷潜逃34人事件。至于天文数字的资产，更大概率只是网民脑洞杜撰。然而无风不起浪，这些传言至少反映出公众对释永信过往贪婪积财、广纳女色印象的高度认可。不管实际数字如何，他确实掌控着极其丰厚的资源，而情妇私生子一类在他身上也早已不是新闻。事实上，早有媒体整理过释永信的彩色传奇，据称他至少包养过7位情妇，生下21名私生子女。少林寺背地里竟仿佛变成了佛门后宫。虽然这些数字未经官方证实，但想想他曾被曝光的一桩桩风流韵事，也许7情妇21子并非空穴来风。一些自媒体甚至更大胆爆料，夸张地把这些数字放大成51位情人、174名子女，用以渲染释永信的荒淫无度。这些夸张说法听起来近乎天方夜谭，但从另一面说明，在民间舆论场里，释永信早已被刻画成一个贪财好色到极致的形象。他的隐秘生活在坊间传说中简直不亚于历史上那些荒唐皇帝。有网友戏称，少林方丈那些年51嫔妃与174龙子龙孙可以拍宫斗剧了。虽是戏言，却折射出释永信声誉之毁败殆尽。武林梗与网络狂欢。与此同时，释永信被查事件也引发了网民的调侃狂欢。由于少林寺在武侠小说里是武林泰山北斗般的存在，而方丈身败名裂的戏码又与小说情节颇为相似，不少网友脑洞大开，开始对号入座玩梗。有网友笑称，这下可好，各大门派是不是要联合围攻少林了？因为在金庸的武侠故事里，但凡少林出现内乱或虚弱，其他门派和反派势力总要趁机上山挑衅。碰巧就在释永信被调查消息公布当天，少林寺官网曾发出一则公告，称近期游客需预约购票才能进寺参观，但很快又删除了。这举动被玩笑解读为，莫非少林寺提前戒备，各派人马要上山踢馆？更有人把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中大轮明王鸠摩智的一句话翻出来调侃，因为鸠摩智曾在小说里怒斥少林和尚贪图名利，少林寺的脸都给你们丢光了。网友戏谑道，鸠摩智这一语成谶，10年前就预言了今日的释永信。一时之间，网络上段子满天飞，吃瓜群众津津乐道，用虚构的武侠情节来映照现实荒诞。随着释永信的倒台，这桩震惊中外的宗教丑闻告一段落，但留给社会的思考才刚刚开始。首先，这起事件无疑重创了佛教界的声誉。少林寺作为中华文化的金字招牌，方丈沦为贪腐淫乱之徒，让许多信众与民众感到痛心和幻灭。一些人开始质疑，难道当今佛门境地都如此乌烟瘴气？不过也有高僧出面开解，强调佛法在人不在僧，不要因为释永信一个人的堕落就否定整个佛教。历来佛门中德高望重的清修之士大有人在，释永信的不堪只是个案。我们不该因噎废食，把对宗教的信仰寄托在某一个具体的人身上。毕竟信仰的对象应该是真理和智慧，而非凡人的品德。对于少林寺自身，这更是一次痛彻心扉的教训。释永信用38年将一座残破古刹建成游人如织、财源滚滚的现代化寺院帝国，
他的商业化路线成就巨大，不容否认，但他同时也在金钱与权力的诱惑中迷失自我，忘记了出家人的本分，最终自食恶果。从表面看，似乎是商业化毁了释永信，其实根本问题在于缺乏监督。一个寺庙掌门人长期权力不受制衡，财务不透明，加之外部监管流于形式，那么在欲望和利益的侵蚀下，清规戒律再严也难免被抛诸脑后。释永信的悲剧正说明，再神圣的殿堂，如果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和纪律监督，都可能滋生腐败。寺庙也好，公司也罢，只要有人处在不受制衡的位置上，时间一长，就难免走向事情的反面。对少林寺乃至其他宗教场所而言，未来当务之急是重建规范，建立透明的管理和监督机制，防止类似的事情重演。权力逻辑的现实也在此事中展露无遗。释永信之所以能长期在风口浪尖却安然无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懂得经营关系网，平衡各方利益，给予各级官员好处，让许多人不愿动他。然而，一旦他的行为威胁到更高层的权威，过往的护身符瞬间失灵。在中国，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只是一句玩笑话，任何人都不能真置身法律和规矩之外。释永信过往那些没被追究的事，其实并未真正消失，只是在恰当时机统统变成压垮他的砝码。这种后账一起算的方式，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震慑，警告所有人莫以身试法，平时别心存侥幸。最后，我们不得不感叹释永信个人的人生成败。少年出家，一心向佛，本可修道弘法，中年得势，大展身手，建功立业。本来他完全有机会成为近代少林的一代传奇方丈，以复兴少林武艺和弘扬佛学名垂青史。可惜的是，他没能守住心中的戒律防线，反被物欲名利俘虏。在滚滚红尘中，他渐渐看不清自己的初心。或许对他而言，经历名与利的极致后，仍未能参透放下二字。到头来，他苦心经营的少林商业帝国毁于一旦，自己的晚节亦毁在财色与权欲之中，令人扼腕。更具讽刺意味的是，释永信最终的致命一击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一步踏出的错骑那趟远赴梵蒂冈的西行之旅。正如我们开篇所言，财与色固然是他多年来背负的骂名，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却是政治红线。也许释永信万万没想到，自己精心隐瞒多年的那些致命秘密，反倒不是最危险的，反而是一次看似风光的异国访问，引爆了所有隐患，将他从神坛拉下，跌入万丈深渊。释永信的故事可谓中国当代宗教界一部亦真亦幻的警示剧。本来商业化与弘法并不相斥，但度须有度，拥有影响力也非罪过，但权力须有戒律束缚。对我们常人而言，当再回首这位 CEO 方丈的沉浮兴亡，不妨铭记，莫让名利蒙蔽双眼，莫以为手握权势便可为所欲为。无论身处何种岗位，遵守规矩，敬畏制度，方能行稳致远。一代少林方丈的神话已然破灭，然而少林寺的钟声依旧回响在嵩山之巅，告诫着世人，佛门清规不可欺，做人终究要对得起本心。至于释永信本人，经此劫难，他是否能在尘嚣落定后真正醒悟，明白什么才是人生致命的真秘密，这或许只有他自己心中才有答案了。